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沂蒙山的房主任。问一下大家啊，大家都有工作吗？有。我也有。适合大妈的工作只有2个啊，脱口秀演员和环卫工人。环卫工那个工作我没保住。你们再不笑，脱口秀演员也要下岗了。当脱口秀俱乐部老板邀请我来讲脱口秀，好可爱啊！说实话，很纠结。当时我们村信息中心要选我当下一届的村长的。这个世界谁懂啊？我在50岁面对的人生选择竟然是从政还是从艺。我可是个山东人。我说我们村长每个月工资2600，俱乐部老板说我每个月给你3000。我说其实吧，他钱不钱的无所谓，我就是热爱舞台。我问老板什么是脱口秀，老板说就是站到台上讲讲别人的坏话。我说这不碰到我强项了吗？我有着30年专业造谣和传谣的经验。全国说脱口秀的，谁能说得过我呀？我的第1场演出就演凉了，把我在村里积攒了50年的自信和骄傲击得粉碎。幸亏离家远呀，村里人不知道啊。村里的八卦都是我传的，我不说，没人知道。老板照顾我，就让我在俱乐部兼职做客服。他还很贴心地问我，说你敢跟别人说话吗？我说你应该问他敢跟我说话吗？他让我拿个手机在评论在网上卖票和回复评论区消息。有一天在评论区遇到了一个黑粉的网络喷子，就一下子激起了我的斗志。我说我好久没站在村口跟人对骂了呀。但我忽略了一点就现在的小年轻打字速度太快了。家人们呢？我1分钟才打8个字，我1条骂人的信息没打完，未读信息已经99加了。别说回了，我看我都看不过来，我气得那个直哆嗦，一哆嗦1分钟打3个字。我就好想跟他们来一场线下面对面的实战哪怕他们来的人再多，我骂不过，我还能往地上一躺。我就问他服不服。我一连回怼了好几天，第1天50人，第2天100，第3天200，是我的血压。我感觉我一个人在对战整个互联网。这互联网环境它也太差了，还有我们村头好。我问老板还有别的岗位吗？老板说接电话。我说这不又回到我强项了吗？上岗的第1天就被投诉了，说我态度不好。我说我哪态度不好了？我长这么大一直都是这么接电话的呀。喂，谁啊？老板说大姐呀，你要用夹子音。你要说喂，你好。对方打过电话来说这里是脱口秀剧场吗？我说喂，你好。对方说我要买票，我说喂，你好。又把我投诉了，
说我恶心。老板说：“大姐呀，你继续说下一句啊。”我说：“老板，下一句我夹不住了呀。”啊，大城市太难混了。都说当代年轻人吃不了苦，那当代老年人他也吃不了呀。我还是干脆回村算了，回到村里种地吧，老年。直到有一天啊，我信息中心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我拿起手机来就说：“喂，你好。”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的乡音，说：“哎，这是房主任电话吗？”我说：“啊，是我。”我朋友说：“哎娘嘞，这城里人他就是不一样了哈。”我说：“你不懂，在大城市工作说话他就这样。”我朋友说：“你在城里天天干啥呢？”我说：“我就是接电话，回消息。”我朋友说：“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呀？”我当时脑子里的第一个想法是啊，原来问一个在城里打工的人一个月挣多少钱这么招人烦。我一想到啊要被村里那些7大外甥8大侄女的嘀咕，我那股好强劲就上来了。我说：“啊，不少挣，一个月2、3万，你来不？我给你介绍介绍。”那一刻啊，我感觉是现在的我在劝过去的那个我走出来。第2天我就接到我女儿电话了，我女儿说：“妈，你到底在哪呢？全村的人都在传，你进了诈骗组织了，你快回来吧。”我说：“闺女啊，现在吧，妈妈走的有点远，已经走到比赛的第3轮了。之前吧，还拿到了1块复活的金牌，就是有点挺不住了。但每一个来大城市打拼的人，在他挺不住的时候，都会想再拼一把，来都来了。”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哎，红了就是好啊。大家好，我是房主任。没想到就进了决赛了。我是个新人，第1轮的时候啊，我的心态很平和，我说我输了正常，我赢了我就赚了。没想到赚得盆满钵满的。更没想到的啊，是那么多的年轻人都走在了我的前面。我现在最大的困难是困。每次节目录制都是从下午开始，凌晨结束，录着录着我就睡着了，有好几次我睡得太死了，给他们都吓着了。是王月掐着我的人中给我掐醒了。凭什么都按照年轻人的时间来？为什么不能按照老年人的时间来？你早上5点半就开始录呗。那年轻人起不来没事儿，那老头老太太能起来啊？让他们来当观众。也不怕他们不来啊，把伴手礼换成鸡蛋就都来了。完全不用熬夜，撸到下午4点就散伙，不能耽误接孙子。而且老头老太太吧，还爱传播，节目的传播度它一定广，但传成什么样它不一定。
到时候节目吧，他也不怕有什么竞品，谁敢竞争啊？200个老头老太太往地上一躺，什么鹅场？场给你鹅没？我不喜欢吃鸡蛋，但我爱跟风，就是随波逐流，看别人干啥我就干啥。我初中就辍学了，因为我的同学都辍学。在我们村啊，上学他不是第一位的，种地他才是第一位的。一到秋收，老师都在地里，都是地理老师。堕落了，都是这比赛害的。后来嘛，大家都去打工，我也去。我10几岁就参加工作了，在一个砖厂里搬砖。很多脱口秀演员说梦想有1个小时的专场，我干专场都是8小时起步的。大家都去南方打工，我也去，1个月挣300多块钱，给家里寄200多。村里的人都夸我孝顺能干，我感觉这钱是买好评用的。还夸我的爸妈说你看老房家怎么培养的孩子又能干还又不用吃饭。我们一起去的6个女孩子就开始比赛往家里寄钱，就这个月谁寄的最多我们就会高看他一眼，再接济他一口。我父母也让我多寄，说因为好评多的人好嫁人。经过我不懈的努力我是我们村必取榜的 top 1。当时太湖就在边上嘛，还是免费的，1次都没去过。还好再过2年就能拿到老年证了，也免费。后来我的身边有人结婚，我也结。但结了之后过得并不幸福。我结婚就是想有个自己说了算的地方，结果还真是啥都等我说了算。在他的监督之下我灯泡也会换了，水管也会修了，3轮车也会修了。我当时心里就想早晚有一天把它也修了。甚至有次家里煤气罐泄漏着火了，他非常着急喊我救火。当时那画面非常有爱，我在闹，他在叫。都说婚后感情升温，当时才知道确实燃起来了。30年了没想到我俩之间还有火花。老公还怪好的啥都喊我，唯独赌博和抽烟不喊我。我说我说的话你要是能听，你就把赌博戒掉吧。其实我也赌博，跟他结婚就是一场赌博，输得老惨了。看着手里的这把烂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过。我不过了。实在不行我就靠自己，就来说脱口秀了。结果我也没想到我自己这么靠得住。节目播出以后我第一次看网友的评论，我说这都是什么意思呀？女性觉醒。后来我才知道是啥意思其实我也不是觉醒了，我只是没有办法了，真跟他过不下去了。听到他说话我那个心脏就蹦蹦蹦蹦的跳，血压就蹭蹭蹭蹭的升，像极了爱情。但一点没有。所以我这个女性觉醒它不是自然醒，我是被吵醒的。不管是自己醒的也好，自然醒的也好，总归是醒了嘛。正好现在觉少。但是天天这么录节目，我依然还是很困。谢谢大家，我是房主任。大家好，我是房主任。
我来自山东临沂的沂蒙山，我是我们村的信息中心主任。这个职位吧，每个村都有。北方叫车老婆蛇，南方叫蛐蛐人。主任就是这伙人的头子。我是一个50岁的新人演员，才出道。王月，哎，绝经和退休不会一块来。绝经和出道一块来。之所以来说脱口秀，是因为我去看演出和脱口秀演员互动，网友都说我比演员好笑。剧场老板希望我来讲脱口秀，我就被招安了。我上一个被招安的山东老乡还是宋江呢。我说我不会讲脱口秀，我只会蛐蛐人儿。就我们前院婆媳吵架，东院2口子分家，都是我给造的谣。老板说这就是脱口秀。我说还得是上海人亲民洋气啊。这也太能翻了，太狠了。从我们村的田间地头来到了上海，我突然感觉我就是网上说的那种小镇儿造谣家。有人说大姐，你咋什么菜都知道啊？哼，我说我可是信息中心主任。教主，我就说这个梗不好笑吧？您看天上干什么呀？其实我很犹豫，挺怕到大城市来的。我可是我们村的高端人才，又受欢迎又被需要。我会上网。我们全村的智能家电，洗衣机、有线电视，有问题了都来找我。我是我们村的马斯克。那倒是大城市来了，天天逗别人笑，那不成了马保国了？再说了，那大城市压力多大呀？农村大妈第一次进城务工多难呀！就转身啊，看了看我身边的老公，我觉得我不怕难。和我老公比，大城市的压力算个啥呀？我这个老公啊，是我妈给我选的，身高1.55米，体重95。现在年轻人啊，叫这种很瘦的男人为细狗。我妈在30年前就给我选了条柯基。我这腿都开不动了。我妈说我大姐一直被家暴，都是因为她找的老公太高太壮了。我爸一看到这个又瘦又小的，说：“哎，这个行啊。”这小玩意好啊！我闺女跟他吃不了亏，他打不动。我俩第一次见面啊，我发现他何止是打不动啊，我感觉他都活不长。
说他175，我说血压呀。结婚不到1个月，有一次我老公跟我吵架，就跃跃欲试的要动手，我心中暗喜，还是我妈说的对呀、这要是找个又高又壮的，我肯定吃亏了。没想到啊，我老公是真狗，把他爸叫来了，双拳不敌四手，我就跑回娘家了。我爸一看到我啊，就说什么：“你被那个小玩意打了，你咋不养好了再来呢？这让别人看到多丢人啊！快回去吧。”我说：“爸，我再不来，你就该去吃席了。”那父子俩都进了医院了。过不下去了嘛。但想离婚太难了，父母都不支持。我给我妈说：“我说妈，他太懒了，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说：“妈，他耍钱败家，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说：“妈，他在外面有女人了，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耍钱败家，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爸更过分，我爸说我们家嫁出去的女儿就没有离婚的，家族的名声不能毁在我女儿这里。我说爸，男人家暴不丢人，女人离婚丢人。哼，咱家的名声就是你女儿让柯基给打了，还蹦起来打的。哎，好难受啊！但他们特别信命。我妈说我带你去找个大师算算。我说妈，你这也太迷信了。大师说吧，我俩过不好，都怨我老公。我转手就给大师又掏了200。我说加个钟，你给我展开了说说。啊，明明是大师的眼睛看不见。那天我感觉我才是眼瞎的那一个。就这么一过就是30年啊。我现在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我感觉他们就是天生的糊涂，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婚姻，他们甚至连我生日是哪天都记不清。有些事情是我自己后来慢慢想明白的，就比如啊，直到前年我才知道我的生日是4月8号，因为2023年的4月8号，我签约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2024年的4月8号，我带着俩女儿净身出户拿到了离婚证书。2025年的4月8号，什么都没发生。我过了一个平静而又幸福的一天。谢谢大家，我是房。大家好，我是房主任。今年是我第1次参加综艺节目，参加节目的第一件事是选组长。我一眼相中了刘洋，开场30分钟
就被王月给送到待定区去了。就没想到啊，时隔30年，我又一次选错了男人。节目播出以后啊，随之而来的不仅是流量和善意，还有我的前夫。我这个前夫给我是太没有边界感了，给我打电话上来就骂我，你就是在外面玩野了，家里啥事你也不管，就给我骂的哈，那脑袋一懵。我说谁在外面又玩打野了？我说大哥，你给我唠啥呢？咱俩离婚都1年多了，你当那离婚证的红本本是给结婚证做的年审吗？前夫说，那离婚证它就是一张纸，有没有都不影响咱俩的感情。你现在能挣钱了，先把我弟弟家的外债给还了呗，我不在乎名分。我说大哥，离婚的时候你给我可不是这么没有边界感的，我回去拿东西，你这不让我带走，那不让我带走，但是女儿让我带走。我说你可是个农民，农民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边界感的人。你家的田挨着我家的田，你要是超过1厘米，那得拼命。不过后来我也想通了啊，30年了，地都是我在种，他根本就没去过，他确实找不到边界在哪里。其实我前夫一开始啊，他也是不同意离婚的。他是30年了，过得挺好的，你为什么突然要离婚？我说30年了，是你自己过得挺好的。我说我本来也没想过要离婚，是你每天数落我，逼得我买了副耳机，听到了脱口秀。我这才发现啊，说话能把人逼疯，也能把人逗笑，还能挣钱。所以离婚啊，主要还是得感谢你啊。他说：“那你把我弟弟家的外债还了怎么样？”我说：“我给你买副耳机怎么样？”你也学学脱口秀呢，你还挺会冒犯的。现在我火了之后啊，他老关心我了，每天给我发私信。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拉黑他？”我说：“他全平台关注我，我根本拉黑不过来。就他本来是不会上网的，就因为被我拉黑的多了，现在都学会建小号了。以前啊，在家当爷爷当习惯了，现在在小某书上当嬷嬷。”搜我的演出信息，关注我的厂牌，截图我的 report。我给他做了30年饭，没想到啊，最后做成了我的私生饭。就上台之前还给我发私信呢，说跟你合影的旁边那个老登是谁？我说是我的新对象，其实是节目嘉宾马东老师。他给我说：“你得感谢我，没我你能写出这么多段子吗？没我你能有今天吗？”我一想也对，我确实不该想没有他的日子，真想都不该想啊！我睡觉我都睡不踏实，睡着了都得乐醒。我太感谢他了啊！结婚第1年的感觉是啊，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离婚第1年的感觉是啊，有的人死了他咋还又活了呢？当然了，这只是我的想法啊，我不会这么跟他说话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想跟他说话。离婚前嘛，他每天密切关注的都是别人家的女人；离婚后啊，他每天密切关注的还是别人家的女人。我甚至怀疑，
我以前是加了个曹操吗？就这么几个有学问的啊。最近啊，他给我发私信说他真的改了，他要开始努力了，我就开始害怕。他以前开水果店也特别努力，只是特别努力的进水果，但是卖不掉。我说你但凡少努力点啊，那个水果店他还能多开几年。我害怕他太努力了，把我离净身出户留给他的房子赔掉了，再来分我的新房，就忘了告诉大家了啊。我经过我不断的努力，现在我有了自己的房子。接下来的目标，我就是努力的还房钱。新房子装修的时候啊，我问包工头，我说你能不能给我定制一个网红的路牌？你就给我写上，我在我自己的房子里一点都不想你。就等我的新房子装修好了啊，请我的姐妹们来我家做客。就现在啊，我的姐妹们可多了啊。到时候就打一个滴滴站点巴士，把咱姐妹们一大巴一大巴的拉来啊。对，这是个商务，我能挣钱还房钱了啊。没想到吧，滴滴竟然还有大巴，坐着滴滴大巴想咋地就咋地，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谢谢大家，我现在不是房主任，我是房主。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房主任。没想到吧？老太太也是个参赛选手，我是奔着1轮游来的，稀里糊涂的就进到第2轮了。我也是没想到啊，这节目组他竟然没有黑幕。就来说一说我的老家吧。作为一个山东人啊，我在外面被问的最多的竟然是主任，你们山东真的不让女人上桌吃饭吗？在这儿，我辟个谣，只有唐香玉他们家不让上桌。我们家，我做饭的时候都吃饱了。太讽刺了。我炫的时候还会给自己配上统一春福备茶，3重备火，口口生香，菜香茶更香，都这么香了，谁还上桌吃剩菜？其实我老家真的不像大家传的那么重男轻女，只有我家重男轻女。我小时候啊，家里就3间石头和泥巴砌的草房，2个石头砌的破猪圈。我爸打小就给我说，草房和猪圈将来都是我哥哥的。我说爸，那你可得看好了啊，哥哥容易塌房啊。我只有2个女儿，我婆婆说没有儿子的人啊，是不全乎人，就不完整了。离婚的人是半拉人，就是1/2人。我算了一下啊，我是又离婚又没有儿子，我到底还是不是个人啊？我还存不存在啊？我听说薛定谔养的猫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我说哦，原来薛定谔养的是只离婚的母猫啊。在我老家，没有儿子的人都不能去参加别人的婚礼。我小时候的结婚啊，我寻思我不能去参加婚礼，我也出点力呀，我就去提前帮着收拾新房去了。这给我婆婆吓的呀，跟在我屁股后面看我都碰了啥了，怕不吉利，拦着我啊，不让我碰新人的床和被子，说我碰了以后啊，我小时候的就会跟我一样，只生女儿不生儿子了。我当时心里想哈，
这生男生女不是他们两口子之间的事儿吗？我的参与度咋那高呢？我是辅助啊。我要是真有那本事，他们不应该歧视我，他们应该供着我。给我惹急了，我把全村的被子给他摸一遍。到时候我们村就是女儿国。我就是女王陛下。越想越生气，这我小叔子以后要是真生了儿子，我不就更受歧视了吗？我就趁着没人注意，摸了他2把被子。别说啊，我小叔子结婚第2年，一胎生了2儿子，我也感到很奇怪。这咋还摸反了呢？难道我的体质跟别人是相反的吗？我要早知道我这么灵哈，我摸的时候就该摸他个10把8把的，让他生10个8个儿子，累死他。嘴上说的硬气，但还是有点心酸的。在我们村啊，原来不仅婚礼不让没有儿子的女人参加，就连村里分的宅基地和墓地，他都没有女人的。就活着我没地位哈，死了还没地方。就我想下去哈，只能蹭男人的。别人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都羡慕了。他居然有坟墓。我很痛恨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但我也想生儿子，我就去找偏方了。我们村里人给我介绍一个大夫，说他的药老灵了，吃上肯定生儿子。我就翻过了好几座山，找到这个大夫，拿了药，刚要走啊，又进来一个患者说：“大夫，你给开点药，俺家兔子拉肚子。”我说什么？我这才知道啊，他是个兽医。就回家的路上啊，我一边翻山，我一边想，你说我好歹也是上过学、读过几年书的人，我怎么就翻不过城建的这座大山呢？兽医开的药，我怎么就不能吃？兔子能吃，我就能吃。我狠起来，连兔子都吃。万一好使呢？第2年我又生了个女儿。其实这些年哈，我看着我婆婆带着我小叔子一家人节衣缩食的给2儿子买房攒彩礼，我心里就偷着乐。没有了，开玩笑的啊，有时候也笑出声。但是在我们村啊，女儿再怎么优秀，还是会受到歧视。哪怕是亲戚之间，她也会攀比。有孙子，她就是王炸。我说我女儿1个月工资1万多，我堂哥说我有孙子。我姐说我女儿在上海买房了，我堂哥说我有孙子。我姐说我也有个孙子，我堂哥说我有3个孙子。我说你累得跟个3孙子似的。我说你要那么多孙子干嘛？你要去移山吗？城建这座大山靠孙子他是搬不走的。我堂哥气得哈，噌的一下就站起来，指着我说：“你连个儿子都没有，你是啥？”我也噌的一下站起来，我说：“我是女王陛下。”女王
哎，大家好，我是梁岩，很高兴来参加这个比赛啊。这个简单介绍一下，我呢，北京人，平时呢还有一个主职的工作呀，是基层工作人员。日常的这个工作呢，就是给大家啊办医保。有医保吧都？都有啊，都有好啊。简单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工作。我们这工作看似平凡，但是你干长了呀，它也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事儿。比如说，你把这个表格给到这个大姐呀，她大概率不会去看那个填表说明，写一笔啊就问一句，写一笔就问一句，姓名填不填这个？啊？身份证号啊，家庭住址，这个填不填这个啊？哎，填不填这个啊？填不填？你知道被问多了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就觉得我也不像一个工作人员，我就像在菜场卖桃。我说大姐，这填啊，大姐。啊，这也填，我这都填。不填不要钱。我觉得其实也不怪大姐，我觉得我们那个表格啊设计的它也有问题。我觉得你看随着现在社会发展，有一些不需要掌握的信息，你就不要再设在表格里让人家问。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填表还填什么？填邮编，谁还写信啊？填邮编，你要给人寄水果啊？填不填啊？大家可能觉得说卖桃有点夸张。那其实并不夸张，因为有一些和我们办事的人那个状态啊，就跟逛市场差不多，跟我们办业务，甚至会跟我们砍价。那天来阿姨，她说：“哎，小伙子，你们这社保啊，最便宜多少钱？”最便宜啊！我说这个咱们现在个人参保最低档一个月呢1000多，还什么1000多，便宜点。我说大姐，社保，我们这都国家规定的。我说这没法便宜啊。哎，不要发票。不要发票，那不要发票我也不送饮料啊。我说大姐，这真不能便宜。大姐急了，走了啊。走吧，想什么呢？其实我从情感上我愿意配合他。我回来吧，回来吧，你带一份来吧。不会对吧？但是其实这些还好，还有一些呢，我相信大家在工作中啊也会遇到，就是那种伸手党，什么都不能自己干，什么都要你帮他干。那天呢来一大哥，他说：“哎，你们那个工作就是这什么证啊？这怎么办啊？这个？”我拿出我们这个办事指南啊，打开，用手指着跟大哥说：“我说您看这个上边啊，对单位的要求、个人的申请条件、办理流程、所需材料都有介绍。我说您呢，简单看一看，哪块不清楚不理解，我再给您讲。”那大哥啊，一把拿过来，嘎着窝里一夹，啊，是，怎么办？我去，我说你看啊，没辙是吧？我说那我跟您说一说啊，咱先说单位，我们要求单位啊成立时间1年以上。注册资金100万以上，年度纳税50万。我这讲着讲着，大哥急了，哎呦，你别说了，你给我写下来吧。什么？我给你写下来，我都给你印出来了。怎么了？不喜欢宋体吗？我脾气也不好，我说大哥你也这么大年纪了，你能不能自己干点什么呀？后来我一说呢，大哥也不好意思了啊。后来大哥自己把我投诉了，我又确实给人道歉，我又给人写一遍，还是希望可以服务好，对吧？我扭头呢就问领导，领导很体恤，领导说：“我跟你说，这些伸手党啊，他们就是懒惯了。”递我水杯。你看，这就是我们啊日常工作是吧？跟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角度不同
从工作出发呀，我们也是希望可以更好的服务大家，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们的工作。当然了，我们也同时理解大家，对吧？就谁出来办事儿，也会着急。你像这次我来参加节目，我也填表，我拿那表我也问姓名，不是，我说这演员自述填不填？啊，人家说这个呀，就是填一填这个您的这个职业生涯取得的成绩。对脱口秀的理解啊，对节目的希望，我说，哎呦，你别说了，你给我写下来吧。谢谢大家，我是梁岩。大家好，我叫文强。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门枪，是一个 HR， 最近正在找工作，所以我很多失业的朋友一样，我们就拍短视频。但是我拍短视频还是有一些成绩的，朋友们。去年年底的时候被邀请去参加了一个活动。GQ Man of the Year 被评为了年度风云人物，朋友们。哎，就参加那个活动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可以参加那个 GQ 的晚宴，在晚宴上有很多顶流明星，费翔、魏大勋、易烊千玺，我都见到他们了。我发现明星跟普通人也都一样，都不认识我。虽然他们都不认识我，但我看他们真的很帅，朋友们，我觉得他们才是 Man of the Year。我感觉自己只是一个 man， 不小心 over there。真的，虽然那天都是明星人物，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在窃窃私语讨论我。他们说这个人是谁？他没有作品，他为什么在这里？他一定是资源咖。他这个人背后肯定有资源。我想说你想多了，我顶多有点人力资源。哎，我做 HR 的时候，我就发现老板有个问题，就老板都很迷信，你们发现吗？我给大家总结一下，老板最喜欢的3个神仙：第一个关公财神爷，第2个招财猫，第3个实习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实习生是神仙。首先，老板没有把实习生当人啊，因为每次我跟老板说，老板我这个职位招不到人了，他说那你招个实习生。我说我招不到人，他说哦，那你招个实习生。真的把实习生当神仙一样，给实习生提的要求就像在跟神仙许愿一样。你们去庙里许过愿吗，朋友们？跟神仙说的是保我公司上市，跟实习生讲的是帮我把公司干到上市，并且还不能迟到早退，还要陪我开会，还要帮我买咖啡。给神仙功德箱一次100，给实习生1天80。朋友们，活更多了，钱更少了，很符合我们公司的理念 ，less is more。真的把实习生当神仙一样，开给实习生的工资也正好去购买一些贡品，瓜子、橘子、花生米之类的。真的，老板太不要脸！我现在终于明白老板为什么喜欢摆关公了，就是让关公替他脸红。我真的很担心实习生的情绪问题。我们公司的实习生小杨啊，有几次我们小杨在那边不停地抖动，我说小杨你怎么升仙了？小杨说不是，我在跳消气操。我说消气操有用吗？他说有用，跳累了就没有力气打老板。真的，在实习生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除了消气操之外，我还学到很多，比如如何拒绝 PUA。小杨做了2个月就辞职了，老板居然还有脸找他离职面谈。老板说：“小杨，来，你在我们这里2个月，成长了多少？10岁。”有没有收获？节。老板就有点生气，老板说：“哎，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吃不起苦。”他说：“去你的！不要来 PUA 我。我妈跟我说过，上班就是爱吃苦的孩子有苦吃。”哎，老板就真的有点生气。老板说：“哎，小杨，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他标英文，他说：“你有没有听过那句话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 you？” 他说：“make me emo。”老板说：“门枪算了，要不我们还是不招实习生了，要不我们还是招个人吧。”我说：“啊。”好可爱啊！
真的招人，哎，招人真的是我做 HR 最喜欢的一个部分。招人很有意思，因为招人一直可以听到公司里面那些职位很高的人讲一些智商很低的话，他们总有千奇百怪的理由去拒绝我给他们推荐的人，星座不好，八字不合。还有一次，他拒绝一个人说这个人眼里没有光。我说，你也相信光？我说你早说，你看我爸行不行？他有青光和散光。哎，为什么可以要求员工里有光？所以我们换个问法啊，让员工眼睛里面产生光，唯一行之有效的方法，加钱，就是加钱，把钱给到位，你薪水给到位，对不对？俗话说得好，相由心生，你薪水啊，你钱给到我就眼里有光了。你薪水给到我，眼里没有光，我每天早上可以早起半个小时，把2个眼睛泡完光再来上班。你薪水给到我就眼里有光，我就火眼金睛，没有任何问题。薪水给到我，我可以像孙悟空一样陪你西天取经。但是你薪水给不到位，不好意思，我的表现就只能像沙和尚一样。哎呀，老板不好了，财务总监被税务局抓走了。眼里没有光，我气死了，我就小声嘀咕了一句，我说你要眼里有光，你去找迪迦呀。他听到了，迪迦是谁？眼里有光吗？叫过来面试。我说不在上海。我视频面试，异地入职。我说老板听我说，迪迦这个人能力是强，但是他每天就只有几分钟能力超强。老板说没有关系，你先招进来，先招进来。员工的好坏要看 boss 怎么带。我说，哎，你别提 boss， 迪迦最厉害就是打 boss。虽然听起来很荒谬，但是朋友们，这就现实，就再优秀的人才，有可能就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因为老板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出去找工作，没有成功，我心态很好，就是老板不配。你看迪迦到我们公司来，没有获得实习的机会。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在座如果大家有在找工作的话，以后或者找工作都是可以遇到一个很好的老板，也希望所有老板可不可以珍惜每个打工人。谢谢大家，我是文强，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南瓜。我的工作，我的职业呢是一个外卖骑手。其实来讲脱口秀一直会有很强的舞台恐惧感啊。现在还好，刚开始一上台一拿话筒就紧张。当时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啊，想了办法，上班的时候骑着电瓶车，握着那个手把到话筒练一练，对着电瓶车讲脱口秀，导致现在落下坏习惯，在台上讲着讲着一紧张就。我这个人从小不是很自信，从小学习不好，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当时找的第一份工作是做保安啊，管吃管住还挺安逸的。后来干着干着，我觉得工资有点少，我说得找个挣钱的工作，就去送外卖了。我送段时间发现辛苦的程度超乎我的想象，又回去当保安了。当着后来又去送外卖哈。我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我告诉自己找工作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劳逸结合啊。能看出来我是个 I 人啊，我很社恐，但我有时候也是个 E 人啊。它分时间段，比如说上班送外卖，那时候是个 E 人啊，因为那时候穿着制服，对吧？甚至衣服上都写着 E 了吗？我的手机被标记了，被很多顾客标记成了快递外卖啊。其实大家这种标记，我自己是看不到，我也是意识不到的。我是有一次啊，跟我爸打电话。我爸说：“你这半年没消息，是不是在外面送外卖呢？”我说：“没有，谁跟你说的呀？”他150多个人。我当时上学学习确实很差，但是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自己长大会送外卖啊。我虽然当时学的不好，但当时体育成绩还挺好的，那我就练体育啊。我也想上个体育大学啊，还挺辛苦的，每天被教练带着我们在操场训练，什么长跑、蛙跳、跨栏、爬楼梯啊，每天听个哑铃片，爬楼梯都爬吐了。我是爬着，我说老师，这个爬楼梯到底练的是啥呀？老师说你不要问了，以后用到的时候会感谢老师的。老师就是老师，看得比较长远。我现在送外卖上楼前，我说这题我做过，就是练过体育，现在送外卖就跑得快一点，对吧？但外卖这个行业也没有前2年那么好做了，因为做的人越来越多了，甚至有好多大学生现在出来也送外卖，跟人抢饭碗。
啊，这些大学生怎么说呢？当年高考就被他们淘汰过一次了，怎么现在毕了业又来跟人竞争，追着人砍我？我之前真的很怕送大学生，送过去隔着墙还进不去。同样的年龄，哇，人家都在那打篮球的、谈恋爱的、读书的，欢声笑语。我在外面骑个电瓶车，好羡慕他们呀。但现在发现好多大学生出来也跟我去送外卖啊，现在看法也变了，就原来我少走4年弯路啊。我骑个电瓶车有时候会遇到大学生是吧？一起在外面吹着风，吹着这么强的风，这不是顶峰相见了吗？确实，虽然现在单子少，但其高峰期还可，尤其像下午、晚上这种饭点，我这有经验的，我一趟能拿4、5个外卖的。但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我每次看到手上这4、5个外卖，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天上也有4、5双眼睛正在盯着我。我也知道大家花了钱，可能希望这个外卖送快一点，对吧？给大家送上楼，我也愿意送上去的，毕竟我也练过，对吧？但现在在上海啊，还有很多老小区没有电梯，都是6层楼高的那种，基本上都是6楼在点，1、2楼很少点的。啊，6楼的顾客啊，10个里面5个正在上厕所，3个在洗澡，还有2个腿脚不便。哇，你就感觉6楼住的这些人住的都像赘婿啊，他们都不想娶，就想着能不能上门呀。而且我们这个工作啊，每天会跟很多保安打交道，你就发现有些保安是挺多的，他见的人老爱问你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我有一次穿着外卖的衣服，那个保安还问我你干什么工作的，这还把我给问住了。我看着穿制服，我心想我是干什么的？我 cosplay 啊。但有时候也会接一些学校的外卖，因为学校那些学生会很多人一起点，就很方便。但有些学校不让学生点外卖，有的学生想吃口外卖，想尽千方百计啊。我见过最离谱的一个学生给我备注：师傅，你送过来的时候不要穿衣服，他不要穿你外卖的衣服。到我们学校这边，他问的话，你就说你是我爸。我说这还挺有意思的，就赶紧抢到了。但他备注你必须要有信念感，不要被认出来了。我说这信念感，我天天 cosplay。但走过去啊，在学校门口看到他那一眼，两眼对上的时候，我信念感就崩了，因为他长得实在太帅了，啊，他眼睛又大，皮肤又白，就完全不像我生的人。我当时心想，跟谁能生出他？我当时都慌了。这个时候，他突然看着我，爸爸你来了。他当时那个信念感实在太强了，在饥饿的状况下能叫那么真诚，我都感觉心里有一股暖流。我也是第一次被人叫爸爸，那种直击天灵的感觉都惊呆我了。别看我眼睛小，倒是这种情况啊。他这么远了，我都想上去拥抱他一下，真的，我给了他走的时候还挺舍不得的。那你记得给爸一个好评啊。好好上学啊，以后千万别和爸顶峰相见了。好，谢谢大家，祝你们开心啊。